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类会长这个样子呢？人类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在正面耳朵却在脑袋的两侧，头顶上面呢有些头发，但身体上面的大部分的地方却没有毛皮覆盖。虽然有屁股，却没有尾巴，就算喝了 Red Bull 也没有办法忽然长出一对翅膀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重新检视人类的身体，来聊聊人类演化这件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。你对自己的身体熟悉吗？虽然我们都很习惯自己的长相但仔细想想呢，就会发现人类身上其实有各种谜团。比如说，我们明明本来有4只脚，为什么硬要站起来？搞得自己跑也跑不快，跳也跳不高。而且大家都是人类，肤色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？还有明明超多哺乳类都有尾巴，像是猴子的尾巴呢可以荡秋千，猫狗的尾巴可以表达情绪，大象的这个尾巴可以赶蚊子啊，为什么人类却要放弃超级好用的尾巴？今天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《疯狂人类进化史》这本神奇的书。书里面呢是一系列的怪奇问题大合集，我们选了几则有趣的内容，想要跟大家分享。人类为什么会站起来？关于我们生殖器有哪些惊人的秘密？女性为什么会月经呢？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，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。出门旅游，你也有过想要拍照却又不好意思请人帮忙的时候吗？快来试试看欧美热销破1元的 Ringo 磁吸水壶吧。Ringo 磁吸水壶呢是一款结合了手机支架跟水壶的多功能产品，不管是健身、旅游还是聚会，都能够靠它轻松的记录生活。它的支架除了可以随意的调整0到90度，还非常的稳固。就算水喝光了，手机还是能够稳稳的吸在水壶上面，不会倾倒。此外呢 ，Ringo 磁吸水壶采取了304不锈钢材质，无毒又健康。真空保温功能呢，还可以保冷24小时，保温12小时，让你一瓶用4季。目前嘖有限时限量的超早鸟优惠，只要68折，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，把 Ringo 磁吸水壶带回家吧。首先，人类跟其他动物最不同的一点应该就是直立行走的这个习惯。而为了要站起来，我们的身体演化出了很多跟其他动物不一样的特征。举例来说呢，我们有相对强壮的骨盆，可以协助支撑上半身的重量。再往下一些呢，我们结实的膝盖骨不但呢可以自由的弯曲，承受弹跳跟奔跑的冲击，还能够方便我们蹲下或者是跪下。还有双脚内侧的足弓呢，可以提供我们行走时的弹性，有点像是弹簧一样，能够吸收这个跑步时的震荡，避免我们跑一跑就头昏眼花脑震荡。而这也是为什么有扁平足的人呢，走路或奔跑会比较容易疲惫。以上的这些身体特征呢，都跟直立息息相关。但是我们本来4只脚在地上爬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站起来？对于这个问题过去有科学家提出过各种假说。第一种说法呢，是认为人类需要腾出前肢的空间来演化出双手，才能够方便制作各式各样的工具。但如果依照考古证据会发现这个说法怪怪的，时间点不太合理。根据研究，人类至少直立行走了100多万年才开始制作石器，所以我们应该不是为了做工具才站起来的。第二种说法是认为站起来走路能够让体型变大，方便吓唬对手。不过这个说法也怪怪的，银背大猩猩也会站起来吓人，却不像人类一样有演化成直立行走的模样。那也有科学家认为直立之后，我们无论是蹲下去或者站起来，都能够取得更多的食物，所以我们是为了吃才站起来的。但是以上种种的假设呢，虽然都有点合理但却也有不完整的地方。于是呢，科学家们后来提出了气候变化理论。气候变化理论认为大约在3500万年前，非洲的地壳运动造成了东非大裂谷，一连串的效应呢，使得裂谷东边的降雨不断减少，森林消失，让一些本来生活在树上的这个东非古猿呢，被迫跑到了地面上生活。这些古猿跑到地上时候，一开始很容易被高高的草丛遮蔽视线，直到逐渐站立起来之后，才有办法看得更远，找到更多的食物。于是呢，人类的祖先就这样子站起来了。这个版本听起来是不是励志很多？不过直立行走呢，其实也为人类带来了不少的麻烦。人类学会站立之后呢，身体出现了各种以前没有的病痛。举例来说，因为站立呢，我们的脊柱下半部承受的压力变大，因此大家更容易感觉到下背疼痛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的双腿不只要承重还要长时间的走路或是奔跑，导致膝关节踝关节特别的辛苦，容易感到脚酸跟膝盖痛。而除了到处腰酸背痛之外呢，直立行走其实还有很多的麻烦。当我们学会直立行走之后，便拥有了长期奔跑的能力。
但因为奔跑会流汗，大量的盐分跟汗水流失，因此呢，人类需要一直的补充盐分。还有站立让大脑的高度变高，变得很容易缺血。而为了加强供血人类的心脏的负担又容易变大，很容易呢会产生心血管疾病。更惨的是，我们站起来之后呢，因为地心引力还是在作用，导致胃下垂啊、肾下垂、子宫下垂、痔疮通通跟着出现。这样听起来也太惨吧？那我们再爬回去来得及吗？答案是很难哦，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四肢相对无力，很难长时间的撑起身体。而且现在人类呢非常细皮嫩肉，超级容易呢就磨破皮受伤。最麻烦的是爬行时呢，脸部通常会朝下，以我们眼睛长的方式根本看不清楚前面有什么东西。所以说，有些演化的改变呢，一旦出现，真的就只能够说声回不去了。猫、狗还有大部分的灵长类呢动物都有一根阴茎骨，这根骨头呢独立存在于阴茎中间不会连接到其他的骨头。这根骨头虽然很小，但它可以说是一根多功能骨头。功能一呢是它可以帮助交配，能够帮助这个阴茎随时备战，只要抓到机会就可以硬挺上阵，让交配迅速有效率。功能二是有些动物交配之后呢，会在雌性的阴道内留下阴道栓，这有点像是一个塞子堵住阴道出入口，避免这个雌性跟其他的雄性交配。那遇到这种障碍时呢，阴茎骨就可以用来突破限制。功能三，阴茎骨拥有多种造型，有些奇形怪状的阴茎骨可以刺激雌性排卵。功能四，阴茎骨可以用来固定，像是呢狗在交配的时候，雄性就会利用阴茎骨将阴茎锁在雌性的阴道内，争取足够的时间让精液慢慢的流过去。好的，那既然这根小小的骨头有那么大的作用，那为什么人类没有呢？其实虽然有阴茎骨有阴茎骨的好处，不过没有阴茎骨也有没有阴茎骨的好处。比如说，人类算是很常发情性活动频繁的物种，少了阴茎骨，其实更容易频繁的交配，也能够避免过程当中误伤的机会。还有阴茎骨消失之后，虽然硬度变低，但却能够让这个交配的时间增加，快感 up， 有助于繁衍后代。看起来阴茎骨呢有好有坏，那人类是怎么样演化的？为什么没有这根骨头？目前也还没有肯定的答案。再来，我们来聊聊很多动物没有而人类拥有的东西之一，就是大鸡鸡。有多大呢？我们可以跟其他的灵长类比一下。银背大猩猩的平均勃起长度呢只有3公分，黑猩猩平均的勃起长度是7公分。而至于人类的话呢，看 PTT 可能不太准。那我们来看一份研究，2015年英国心理学家大卫维尔分析了15000多名的男性资料，结果发现男性的平均勃起长度约是13.12公分，还真是比猩猩们长了不少。而且呢，人类除了鸡鸡比较大之外呢，蛋蛋也蛮大的。一名成年男性的2个睾丸加起来呢，大概跟1颗鸡蛋差不多重。听起来可能还好，但是平均重量呢是200公斤的银背大猩猩，他们的睾丸呢大约只有35克，甚至还不到1颗鸡蛋重。更奇怪的是，人类的睾丸呢不仅比较重还跑到了身体的外面。鸟类啊、鱼类、两生类很多动物的睾丸呢都是藏起来的，而像是海豚啊、大象等等的哺乳类也会将睾丸收在腹腔里面。但人类的睾丸虽然在这个胎儿时期呢也是放在腹腔里的，但随着慢慢的发育就会逐渐的下移挂到外面。奇怪，又不是挂香包，把睾丸挂在身体外面有什么好处呢？有人认为把睾丸挂在外面就是为了磨练它，让经过磨练的这个优秀精子留下来。但这可能不太合理，其他动物的精子难道不需要磨练吗？为什么它们的睾丸没有挂出来呢？另外一种推测认为睾丸外挂呢能够让精子的发现路线变得很曲折，能够筛选出最优秀的精子。不过这种说法呢可能也不太正确，因为精子真正的选拔地点应该是在阴道。最后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呢，是因为人类太常跑来跑去从事各种的活动，如果把睾丸放在腹腔里面的话呢，很可能会容易的摩擦到，不小心呢把精液挤出来。但这种说法同样也有一些疑点。总而言之关于人类的蛋蛋为什么要外挂，现在还是一个未解之谜。最后让我们来聊聊人类特有的一种生理现象——月经。月经来的时候不舒服又不方便，神奇的是很多哺乳类动物其实是没有月经的。根据研究，哺乳类当中只有灵长类动物、少数的蝙蝠还有象渠等等的啮齿类动物有月经周期，数量呢大约只占了所有哺乳类的 1.5%。那既然有那么多的动物都没有月经，那人类为什么需要？目前科学家有以下几种推论。第一种可能呢是人类需要保持子宫内膜的新鲜程度，而想要更新就得要替换掉旧的，脱落就是一种很方便的方式。第二种可能呢，是因为人类很常性交，但性交时接触到的阴茎啊、精液都可能携带着细菌跟病原体，因此呢，雌性可以透过子宫内膜来定时脱落来进行清洁。
还有一种可能是人类可以借由定期的排泄来调整铁的含量，避免血红素沉淀，同时限制细菌的生长。那除了以上的可能性呢，也有人认为月经其实是子宫对抗胚胎的结果。不过这背后的机制比较复杂，推荐大家去看书，了解更完整的内容。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发现我们讲到了很多或许可能的句子，这算是这本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之一。如果仔细翻阅，就会发现很多章节讨论的问题都没有给结论，只有透过问答、举例、反证来带领读者思考、打破迷思。而这种没有答案、反复辩证的过程呢，其实很符合科学精神。毕竟科学就是不断在建立假说、推翻假说的过程当中，慢慢的找出最合理的答案。不过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，也要注意几件事情。首先是书名当中的进化这个词，其实进化本身呢有劣等变优等的含义，所以目前在生物学上面通常会使用演化这个比较中立的说法。那因为这一次呢是说书的形式我们才会完整的呈现原本的书名。而另外要注意的是，这本书呢是好几年前出版的，有些研究可能有新的进展，内容知识或许需要更新。而最后呢，也要提醒大家，这本书虽然写得很流畅，很像一本故事书，但作者呢比较少在文章内提供原始的研究，所以在资料确认上面需要额外的花一点功夫。不过整体来说呢，这本书还是非常有趣的，不只能够打破一些旧观念，还能够让人有种脑洞大开、看到新世界的感觉。很推荐大家有机会的话呢，可以去翻翻看哦。好的，那今天呢，想了脑洞大开的问大家，你觉得人类未来会怎么演化呢？感觉人类越来越不需要动脑，说不定呢这个平均智力会衰退。B 因为看3C 的需求越来越高，或许未来人类的眼睛会变得很耐操。C 因为这个运动需求越来越少，人类的骨骼可能会没有以前那么强壮。第几条留言告诉我们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这些故事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巨乳崇拜以及裸体生活的风潮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呢，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